你好，我是茵茵，欢迎收看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那我想呢，这几天呢、大家都被太一马木逝世的消息呢，在 FB 洗版，可能有很多比较年轻的朋友啊，会好奇，这个看起来好像大人物的人到底是谁来的嘞？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讨论他呢？对于西马的年轻朋友呢，可能对他会比较陌生，但是对东马的人，我相信应该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吧？太一马木 Abdul Taib Mahmud， 他是沙拉越的前总理。那因为呢，他有一头标志性的白发，而被称为巴乌班，也就是白毛的意思啦。所以呢，大家都称他为白毛。他是一位充满争议的枭雄人物。所以呢，其实啊，我们荧光笔呢也打算做一集，好像马哈迪的这一集的专题影片来好好讨论他。资料还在收集当中，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想要跟今天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分享一些关于太一马木你可能不知道的事。那在这里呢，要先告诉大家，这一集的内容呢，我们是真的很尽力的在快速刚刚知道他离开了消息之后呢，就去翻找不同的资料，有一些是坊间传闻，然后我们就查了之后呢，就整理出来。那如果呢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或者是需要补充的地方呢，拜托，请我们一起留言补充完整它哦。OK， 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了吧。这一集有点水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轻轻松松的认识一下他哦。第一个，太一呢是没有跟过马来西亚女子结婚的。那根据我们之前找到的资料太一的2位合法妻子呢都是外国人。太一的第一任妻子呢是太一在澳洲读书的时候认识的一位19岁的波兰女孩，她的名字叫 Lechla Chale。我不是很sure我读不读的对啦哈。在求学时期呢就相遇相爱，坠入爱河的他们很快的就拉买天窗隔年呢就生下了他们的长女 Jamila Taib。2个人呢一共育有4名子女。那太一的第2任妻子呢是在他的第1任妻子病逝之后的隔年，那他就娶了这个29岁的叙利亚籍女子，她的名字叫做 Rakhat Kudi。婚礼当天这个 Rakhat Kudi 一身华丽的婚纱，还有她闪耀的珠宝是焦点所在。当时候出席他们婚宴的大人物非常的多，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的 Bosku 时任首相纳吉喽。题外话，他们2个人在2023年2月份的时候，因为结婚满12年，也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纪念 party。那一个现场场面之黑暗你看看第2个，太一是杰出校友。年轻时候的太一他可说是意气风发哦。他在中学毕业之后呢，就成功获得了科伦坡计划奖学金，以前往这个澳洲的阿德莱德大学就读法律系。那大学毕业之后呢，他还曾经在当地的法庭实习了一段日子。根据阿德莱德大学校友刊物报道阿德莱德大学认为呢，太一是一个杰出校友，并且呢对马来西亚和澳洲之间的合作关系贡献良多，所以呢就把一栋大楼命名为 Taib Mahmud Court。 哇，这个有梗我觉得如果我接触到我的学校要用我的名字来取名字，我真的觉得蛮梗的啦，确实不过后来呢，因为阿德莱德大学的学生认为太一有太多贪污腐败的丑闻了，于是呢他们就一起拉布条抗议这个决定，逼得阿德莱德大学呢只好撤回这个大楼的名字。第3个，太一的豪宅是真的大呀，有钱当然就是要住豪宅啦，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太一呢在沙拉越的这个豪宅呢是位于这个 Demak Jaya， 坐落在沙拉越的河畔，土地面积呢是超过2万平方米，折合大约是20万平方尺。数字太大没有概念是吗？来，我们来用我们平民的角度来认识一下这个数字。我们吉隆坡一般的 condo 呢大约就是1000平方尺，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单位了也就是说太一的家大约是200间普通大小的 condo好大，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对了，太一的豪宅里面呢还有游泳池啦，这很合理啦，它都已经是200间 condo 啦，没有游泳池不对咯。还有码头，它有码头可以停它自己的这个小游艇等等。我还很好奇它还有什么样子的设施呢？不过我相信呢，这么隐私的部分应该也很难在外面的人呢可以找到资料的啦。如果你有听说他家里面有什么奇奇怪怪、特别的这一些设施的话 ，facility 留言让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呢，听说呢，太一在吉隆坡丹曼都大也是有一间豪宅的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间嘞？有观众知道的话呢，也是一样可以留言补充说明。第4个，太一很喜欢车，而且都是名车。太一呢，他是名车爱好者。根据我们找到的资料呢，太一光是这个劳斯莱斯就是 Rolls Royce 就有3辆，Benz 1辆
Bentley 一辆，总值过1000万令吉。当我知道他的那个屋子有200间 condo 这样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车子的数量有点少呢。OK， 还有很多找不到照片的。2018年的时候呢，太一还抽空参与了这个 KLMS18的这个车展，和妻子呢一起去欣赏各种款式的古董车。你猜猜看他们会聊些什么呢？而据说呢，他的挚爱也就是这一辆天空色的 Rolls-Royce Phantom 6。听说呢，这一款 Rolls-Royce 呢是深受苏丹们的这个喜爱的啊，柔佛苏丹啊、霹雳苏丹啊、吉打苏丹啊，他们都有同款。第5个。太一跟汶莱的苏丹是很巴力的哦。传说呢，太一的父亲呢是汶莱没落的贵族，虽然说他小时候家里也是穷困，但是呢却没有忘记这件事情。等到他荣登沙拉越总理的这个宝座之后呢，他就开始了频繁的和这个汶莱的皇室交流，因此呢就跟汶莱皇室呢有着深厚的交情了。而太一在位期间啊，除了曾经多次访问汶莱，以参加各种正式的会面和交流之外呢，更经常受邀参加汶莱皇室的各种节目，比如说是生日 party 啦、结婚 dinner 啦，等等等等。因此呢，在得知太一逝世之后啊，汶莱苏丹呢也是专程飞到了古晋来参加他的葬礼。第6个，太一在位的时间真的很长。太一小的时候呢，应该是非常的有天赋啦哈，因此呢就被他的爸爸妈妈呢就看中，成为他们家里呢重点栽培的对象。于是太一就有了浸鹹水的这个机会啦。而出国留学的太一呢也不负众望，在完成了学业后，回到沙拉越以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经过了10多年的这个摸爬打滚啊，才终于荣登了总理的宝座。那自从1981年呢，太一从舅舅的手中接下了总理的位置之后呢，一直到2014年退休，他一共在位了33年。那给大家一个 comparison 啊，马哈蒂呢担任首相才22年，虽然这个才好像用的很奇怪啊，再加上他后来又回国当首相，加买卖呢也才25年，所以呢相比之下呢，太一的33年呢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哦。对马哈蒂有兴趣的朋友呢，我们除了之前讲到的那个马哈蒂 1.0 之外呢，我们还在进行这马哈蒂 2.0， 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留守我们的频道。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啦，太一真的很有钱，我相信这是不争的事实，大家都知道的啦哈。太一在位33年，当官接近50年的政治生涯里面呢，给他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创业机会，而太一呢也毫无意外的都一一掌握了这些机会。在建设沙拉越的时候呢，也不忘呢打造自己的这个商业帝国 CMS 集团。这个集团的业务呢，就包括了有建筑原料啦、基础建设啦、房屋发展啦、金融啦、科技啦等等的行业，那一举呢就让太一的家族呢成为了马来西亚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了。根据外国环保社运团体 Bruno Mansur Fund 揭露，太一的这个家族资产呢高达21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唐王郭鹤年还有赌王林国泰的身家。对这一份报告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到这个网页去查看哦。你是不是想说，哇，210亿美元很多咯？是的，我们也是觉得很多，也是因为这样呢，太一贪污的新闻呢从来就没有停过。我们荧光笔工作室呢也目前一直在整理着这方面的这个消息。接下来呢，我们会做一支专属的影片，包括他是怎么崛起的，他怎么利用他自己的权力来建立自己的王国。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记得立马订阅我们荧光笔的频道啦。那如果呢你有什么内幕消息，记得留言告诉我们。那是不是觉得蛮有趣的嘞？原来这个大人物也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最后呢，就说一下我们的一些观察吧。那关于太一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也就是东马人的圈子呢和西马人的圈子呢，两边人所讨论的这个重点啊，还有切入的这个角度呢，是有很明显的差别的。我们相信呢，有很多西马的年轻人可以说是根本不认识太一麻木是什么人，也只知道呢，他是在农历新年前后卷入了一场跟这个同山风暴一样呢 very drama 的家庭纠纷当中，各种爆炸性啊、八卦的报道啊，比如说太一被他的妻子强制出院啦，而他的儿子呢就起诉自己的好歹啦等等的这一些八卦的新闻，我们西马人呢就是在那边吃 popcorn 看得津津有味而已，也就这样，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但是反观东马人啊，就会对太一麻木相对熟悉的多了，对他的讨论自然有更多不同的层面。比如说会有人呢是在称赞他建设沙拉越的这个功劳，也有人认为呢他在位期间呢是以权谋私，不但呢是贪污腐败，
外，更是沙拉越发展不起来的关键因素。那这里呢，也要特别呼吁东马的朋友赶快留言，从你们的角度带我们这些西马土番薯认识一下这位东马土皇帝吧。好，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里。我们荧光笔工作室呢，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上一支影片。如果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呢，还会有随缘片。如果不想要错过的话，就是订阅，最好呢是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只要不到1杯奶茶的钱，就可以让我们制作更多的影片和走更远哦。下一支影片再见，拜拜。哇，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他真的是在位33年这么久哎，应该是没有人可以打破他的记录了吧？应该是不能。